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听我说话，不过我说的都是真话啊。你看，不相信的话可以听新闻啊。很多人呐就是这样被骗的，还有很多女人呐，她们不但被骗了钱财啊，而且还被骗了色呢。尤其是你啊，最好是当心一点，小心人家第一次下手不成，现在来第二次呢。各位，我突然间想到有几个电话要打，我到楼下去。玲玲啊，等一下气功大师出来的时候，你跟他讲我在楼下等他。还有你们不用包什么红包给他的。那怎么好意思？不用了，他这次中国来到这里呢，主要是传授气功，造福大众，他不收钱的。好，各位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玲玲啊，你不要被他们骗了，什么不收钱？对啊，是不收钱啊。不过呢，红包要给大一点啊。如果你不给他红包，你说他会不会走？这些从中国来的什么大师就是这样，他们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，不过回去的时候，这里有金链啊，这里有 Rolex， 还有裤袋里面满满都是一叠一叠的新加坡钞票啊。回去中国坐在飞机上还不停的偷笑，你们新加坡人为什么那么笨呢？对不起，我说的不是你。小慧啊，你不要听他的话，他每次是这样的哦。大师出来了。你妹妹的气很弱，我已经尽了人事了。啊，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妹妹她……哎呀，她现在不吓一吓你，她怎么能够挑到钱？安静了你。大师还有呢？她现在根本收不到我的气。那怎么办？最重要是手术最后一口气，找出病源，对症下药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这种话谁不会讲呢？师傅啊，阿豪说他会在楼下等你，你等一下这个是给你的。不，我不收红包。一定要收下的。对呀，师傅要的，小小意思嘛，说下哈。我不收红包，你们有心了，谢谢。那谢谢你啊，师傅，谢谢。慢走，那我送你了。慢走。姐夫啊，你看错了吧？中国大师啊是不收红包的。哎呀，那个书豪他一定会喂饱他的。奇怪了，那个书豪干嘛那么好心啊？干嘛要喂饱他？那你会不会钓鱼啊？钓鱼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鱼饵，你有鱼饵了之后，你才会钓到大鱼。是不是可惜啊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笨鱼啊，明知道那个是鱼饵，还把自己送上去给人家钓啊。你干什么？我还没吃完呢。你说都说饱了，还要吃？喂，别闹了，他给我还没吃完。你真的太过分了。我就是这样的喽，你爱听就听，不要听就算了。反正我现在讲什么话，你都当我是在放屁。你也可以干脆，刚才我在大厅里面所讲的一切，都是在是啊，你说话就像放屁耶。怪不得了，我劝你多少次，不要跟那个王八蛋姓苏的在一起，你还偷偷的跟他来往。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，可以吗？你不喜欢听是吗？好啊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觉得你心里不爽的话，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要离婚也可以的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告诉我啊！那个姓苏的非礼我老婆，我讲他2句你就跳起来，还说要跟我离婚，你在恐吓我是吗？你不要忘了，是你先提出来的。你要跟我离婚是不是啊？你说，你以为离了婚之后，那个王八蛋他就会跟你在一起吗？你不要妄想了。等你帮他赚够了钱，他达到目的了之后，就算你免费倒贴给他，他也未必会睬你的。在这个时候，每个人在关心晶晶啊。小慧和洋洋一大清早就回去请假，柔柔从昨晚到现在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晶晶。即使是八姑放下生意，请个道士来做法，蔡头叔、豆芽嫂他们呢，也来给晶晶念经祈福。还有阿豪呢，他一听说晶晶有病，就马上请他的师傅来给他看病。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做法，可是你不能不承认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关心晶晶。可是你呢？你从头到尾做过了些什么？你连一句关心晶晶的话都没有说，你只会在那边泼冷水、说屁话。
好像病倒的那个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是谁帮你洗衣服？是谁煮饭给你吃的？是谁听说你要喝咖啡，马上去泡，还送到你的面前？田大华，你做人要有良心啊！二姐，四姐醒了，不说话了。我是不是很讨人厌？晶晶，晶晶，晶晶，我是阿明啊。看来那位大师真的有点功力哦。晶晶，你认得我是谁吗？二姐，你怎么样了哈？晶晶，你一定要振作一点，快点好起来。多几天呢，二姐夫带你去看电影。那天你不是说你要看《见鬼》的吗？一定。哎呀，我又说错什么了？晶晶她明明是喜欢看《见鬼》的嘛。那天她想看，不过她又不敢去，她叫我陪她去的。姐夫，等四姐好了再说吧。要做什么啊，晶晶？啊，告诉大姐。下床。你要下床做什么？你现在全身都没有力气，先躺下来吧。来。这是三姐的床，是啊，这是你三姐的床。三姐回来要睡的。晶晶，你不要傻了。你三姐如果回来的话，还怕没有地方给她睡吗？来，先躺下来吧。大姐，对不起啊，不能帮你了。晶晶，你不要这样说嘛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啊，你现在不是清醒了吗？等你身体复原之后，大姐就陪你出国去玩。晶晶啊，这些年来，你整天陪着大姐在店里忙啊忙的，哪里都没得去。所以你现在赶快好起来，你赶快好起来，我们大家就可以去玩了。哦，是啊，晶晶，你要振作啊。晶晶啊，你不是最喜欢吃大姐煮的面线吗？大姐现在就去煮给你吃。不用了。晶晶啊，四姐，晶晶，哎呀，好端端的怎么又晕过去了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四姐的呼吸很微弱啊。刚刚那个大师不是说要守住四姐最后一口气吗？怎么守啊？哎，人工呼吸，人工呼吸。洋洋，你是警察，你一定有学过的。啊，姐夫，四姐又不是没气了，大家别紧张，啊，你们别挤在这里，给四姐一点新鲜空气。哎呀，我去叫救护车，快点！晶晶，晶晶啊，晶晶，你不要笑我嘞，晶晶，晶晶晶啊。二姐，怎么样了？医生还在检查，他刚才突然间醒来，还跟大姐说了几句话，我们都很高兴，以为他没事，谁知道不一会儿，他又不省人事的，怎么叫都没有反应。哎，我说这是回光返照。OK，sorry，是我嘴巴臭，我不要再说话。三姐啊，四姐她昏倒前，她还惦记着你。她说睡了你的床，你回来了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我星期天刚看到她，她还好好的，还跟我谈了很多话。她看见我还没吃午餐，就炒了一盘饭给我吃。可是现在想起来，我倒是觉得他说的话有点怪怪的。晶晶跟你说了些什么？我是叫他不必那么麻烦炒饭给我吃了，可是他却说，以后你想吃我煮的饭都没有机会了。是啊，四姐跟我说，以后不能跟我同房谈心。你们这么说，我也想起他叫我以后要好好的照顾大姐。我说啊，
他早就有预感了，他在向你们道别。好好，我不再说话就是了。不要再难过了，生死有命。我是他的未婚夫啊，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说，不公平。爷爷，大姐在那边，过去跟他打招呼啊。去啊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你不要太伤心，晶晶不会有事的。她一向来那么有福气，你看她每次中马票的时候，都会把财运带给大家。老天一直那么疼她，一定会保佑她平安无事。你说的对，晶晶那么有福气，她会没事的。如果晶晶现在真的没事，我以后再也不要骂她了。对呀，什么事？晶晶不是什么都没有跟我说，她留下了一堆字给我。嗯？什么字？什么字？今天是星期三，下午2点半，如果要下注的话还来得及。那天我和晶晶啊到巴萨去派喜饼，那里的人啊就围着她要她出真字，结果她就给了他们0810，那是我们的结婚日期。不过上一期并没有开。哎呀，上个星期没有开，不代表今天不会开啊。0810，好字，哎，要不要买？这个时候你还稀奇说这些？哦，这个是晶晶好意送给我们的，大家不买是吗？好，万一开了怎么办？那不是白白辜负他的好意吗？那我凑钱，大家去买。你们要买去买喽。晶晶她这个人那么大方，常常给人家真字，自己又不买，人家中了马票给她红包，她也不要。不过你们不要买太大。晶晶也常说，做人不要太贪心。如果钱不是你的，老天最后也是会拿回的。你给我买20大20小。大姐啊，你怎么还买这么大啊20大20小很大吗？如果中头奖的话，是10万块。那5大5小好了。哦，那你们看，大姐5大5小，你们呢？那我们3个，还有洋洋跟小慧，10大10小就好了。哦，阿明，你呢？我已经买了50大50小了。啊？不是我一个人买的，我是和晶晶还有我妈妈我们合起来买的。原本以为想在结婚前发一点横财，把婚礼搞大一点。好好好，你不要再难过了。那我先去买字啊。哎，姐夫，你要去哪里？要吃午餐了。哦，我要去买字，晶晶出了真字，玲玲已经帮你们下注了。哎，给我一包饭。哎，谢谢。已经2点多了，大家都没吃东西，来吃一点吧。大姐，有饭和三明治，你要吃什么？随便吧。慢慢吃吧，我到花园去吃。吃吧。
天都是这个样子，我看还是去看看医生吧。不用，我只是没有胃口，又不是其他不舒服。晶晶在里面那么痛苦，大家都没有心情吃东西，只有你啊，莫婉婉，一下子就少掉一包饭，难道你一点都不觉得内疚吗？晶晶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怎么会搞到今天这个样子呢？小妈，我上洗手间。难道我真的有了？吐出来，吐出来！把全部吃进去的东西都吐出来！洋洋，我有话跟你讲。什么事啊？我刚刚在厕所听到大姐她……怎么样？医生没有出来吗？哦，刚才出来了一下子，很快的又进去了，我根本没有机会跟他讲话。你怀疑我大姐吃完了东西之后，再逼自己吐出来？嗯，那不是很辛苦？是啊，我觉得大姐心里一定又内疚又难过的。她明明想吃东西，又怕对不起四姐，所以才会这样做。我大姐的身体一向就不太好，这样折磨自己，不是很容易出事？是啊，所以我就赶快来跟你讲啊。你跟我说也没用啊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喂，你可是墨家唯一的男生啊，你有责任保护这些姐妹的嘛。一向都是他们照顾我的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虽然是家里最小的，可是你是男生，又是警察，你怎么可以没有一点主意呢？我看还是先找医生谈谈吧。你看，这不是有主意了吗？我觉得你这决定挺好的。我们先听听医生有什么好的意见，然后再想想该怎么做。谢谢老婆支持。谁是你老婆？等四姐复原，我们就结婚吧。不要跟你讲这些。哎，大姐，莫文哥来了。谁叫来的？大姐啊，没人叫她来啊。家走。姐啊，去。哎，莫文哥，你来正好，我有一件事想请问你。洋洋，等一下，我有事情要跟方医生说。方医生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？我去你们的店里，可是店里没有开。后来听到巴萨里的人谈起晶晶的事，我就打电话回来问。晶晶怎么突然会得了疾病？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呢？你跟我大姐发生了什么事？她好像……没事吧？只是一点小误会。我进去看看晶晶。好，谢谢你，方医生。待会儿再谈。不是叫你叫他走吗？姐啊，这里是医院，他是医生，那他不走我又能怎样？而且他的人挺好的，一来就进去看晶晶。方医生的医术那么好，我看他可以帮晶晶的。小婉，小婉，你妹妹怎么了啊？她在病房里。哎呦，那你不要担心啊。那你也知道我的顾客群里面有很多医生的嘛，如果有必要，我就叫他来看晶晶。晶晶不会有事的啊。你身体要照顾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买了东西，哎，来，你们吃，来吃。刚才我们已经吃过了。哦，不要紧，那就留着，等饿的时候才吃。哎，小婉，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叉烧包，我包给你吃啊。洋洋，你叫你大姐不要再吃了吗？你叫我怎么说啊？哦，
大姐，医生来了。医生，我姐姐的情况怎么样？诺文，我看还是你跟他们说吧。好，那你忙你的。晶晶现在很虚弱，还在昏迷中，有脱水的现象，血压也很低，可是没有明显的症状，验尿报告出来也很正常。现在要等血验报告出来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。那他现在安全吗？现在正在打点滴，所以脱水现象不用担心。现在唯一要担心的是他的血压，如果继续往下降，那就麻烦了。现在唯一要担心的是他的血压，如果继续往下降，那就麻烦了。不过在加护病房有护士24小时看住，你们不需要太担心。你这样说不是废话吗？一下子这样，一下子那样，你这做医生的一点把握都没有啊！哎，小马，我看还是找个大医生去晶晶看一看，不然的话就换间医院。你知道人命关天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去看他吗？护士在忙着，暂时不要进去。啊，别担心，是你。方医生，谢谢你啊。谢谢你啊，罗哥。诺文哥，我们现在能不能谈？什么事？自从我大姐去看心理医生之后，暴饮暴食的情况好多了。可是最近我们还发现，她好像变本加厉。有可能是我师姐的病令她烦恼吧。她吃起来比以前更凶，而且我们还发现，她会吃完东西就跑去厕所把刚吃的东西吐出来。如果我大姐一直这样下去，对她的健康很不利的，对吗？那当然，你大姐是患了暴食症。暴食症。所谓的暴食症是在短时间内吃下大量的食物，事后呢，他就后悔自责，严重的话会出现一些反向的行为，比如用手指挖自己的喉咙，企图要把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吐出来。过后呢，又不能控制自己，继续的吃，这样长期下去，对他是很不利的。洋洋，你看你大姐，她又在拼命的吃东西了。这个姓杨的真是太过分，还拼命的喂我大姐吃，他是不是要我大姐吃到肚子爆炸？这个人你要小心，他向来对你大姐的店虎视眈眈，突然间对你大姐那么好，我怕他别有居心。我现在去赶他走。哎呀，别那么冲动，你看你大姐。你大姐一定又去厕所吐了。现在怎么办呢？跟我来。这么，请跟我走。这么，跟我走。这么，走了，走。洋洋，你是警察，这个九流医生这对我到底算不算是涉嫌伤害他人身体？你才是先伤害我大姐的身体啊！不停的拿包子给她吃，你到底有什么记性？我会有什么居心？你大姐喜欢吃，不是让她吃喽？为什么要出手限制她？刚才她不吃得很开心吗？我又没有要害她。你有没有害她？你自己进去看看就知道。小慧，你进去看看有没有人。啊。里面只有大姐一个人。啊，洋洋，你在这边看着，你跟我进来，不要出声了。走，进去了。吃，这样吃死你！妹妹病得要死，还有心里吃饱，根本不是人。给我拖出来，拖出来啊！
你明知道我大姐受不了食物的诱惑啊，就不断的拿美食来吸引她，你到底抱着怎么样的目的啊？你说啊！我会有什么目的？那就算有，我也是希望你姐姐开心吗？那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对你姐真的是真心诚意的嘞。我已经跟你说过，婉婉有这方面的问题。上次我们也为了这件事而起冲突，之后婉婉也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，情况已经有了改善。可是你一次又一次带她去大吃大喝，令她的病情变本加厉。你听见了没有啊？还说不想伤害我大姐。洋洋，你不可以听他挑拨离间的。那我承认，刚开始我对你姐是有企图心。我跟她交往之后，我发现她真是女中豪杰，一举一动都充满魅力。我发现我爱上她了，她是我要找的女人。她这样白白胖胖不是很好吗？她跟我说她要减肥，我多么怕，怕到瘦到人家竹竿一样。她又喜欢吃，我不是让她吃了，我也是因为爱她吗？我没有想到小婉像你们说的这么严重，可是你们也不能怪我的吗？要是我爱她是变成海棠这样，那我爱的有多痛苦？有没有搞错啊？一个大男人不要像女孩子，动不动就流眼泪，好不好？你们这样冤枉人，叫人家伤心了吗？我碰见你啊，我真的是会吐血啊！你看，你挡到高头大马，你，哎呀，像你这种窝囊的样子，我大姐怎么会喜欢你呀？那话不是这么说啊。所谓男人有泪不轻弹，只是为他伤心处。你有没有谈过恋爱？我是爱你大姐，我的感情很脆弱的，这是真情流露，不是窝囊。你有完没完啊？不过我相信，这真情一定能够感动一个人的。你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我真的是会被你冻死啊！哎呀，诺文哥，别理这种人啊！喂，如果你是真心的爱他，你就一定要帮他克服这个问题，要不然我们都会失去他的。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我知道。那你给我记住，听到了没有？哦。可以进去看晶晶了。晶，婉婉，你、我，还有外面的每一个人，都希望晶晶能早日康复。而我也相信，晶晶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健康的活下去，尤其是你。现在，你能不能当着晶晶的面前说，你一定可以克服暴食症，健康的活下去？婉婉，对不起，我想单独跟我妹妹在一起。你不要再逃避了。难道你以为躲在厕所里就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吗？你一定要下定决心，要不然没有人可以帮得到你的。我现在关心的是我妹妹，我不想谈我自己的事情，你懂吗？你连自己的死活都不关心，你怎么关心你妹妹呢？婉婉，我老实跟你说，晶晶的情况很危险，任何变化都可能发生。你不要再让她担心了，也不要让关心你的人担心，好不好？我的健康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不要你管了。你不要再说不负责任的话，你看看她，难道她现在这个样子是她个人的事吗？你不伤心吗？你弟弟妹妹们他们不伤心吗？我知道你们都希望她能早点醒来，跟以前一样，跟你们一起吃饭、谈天、欢笑。婉婉，请你亲口跟晶晶说，你一定可以克服暴食症。婉婉，你能吗？
你说啊，婉婉，婉婉，我求求你，你跟他说啊，婉婉。我可以的，我一定可以克服我的暴食症的，我可以的。我相信晶晶知道了，一定很开心的。虽然她还在昏迷中，但是她感觉得到了。你陪晶晶吧，我先走了。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，我跟思婷绝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请你相信我。我先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你送我的话，下班又要迟到了。我去那边搭妈贴很方便呢。那你小心一点哦。找得我那么急，有什么事吗？不好了，我们调动资金的事被Sammy发现了。怎么会这样子的？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这次被你害惨了。我也不想这样子的，不过我已经准备好后路了，要不要跟我一起远走高飞？远走高飞？现在1分钱都没有，怎么远走高飞？我跟你说，这件事情最好不要把我拖下水。你骗我啊你！没有啊，我只不过想试下你是不是想跟我有难同当。不过我很失望哦。今天什么年代了，还有难同当？现实一点好不好？那也对哦，不过有福同享总是应该的吧？什么意思啊？立生已经停止交易了。真的被收购了？都说我的推测不会有错了吧？以我的眼光，当一个基金经理都会太埋没了哦。好啦好啦，我承认你最厉害了。那收购价多少钱啊？我想你现在最感兴趣的是我们到底赚了多少吧多少钱？300万港币。300万港币等于80万波币。差不多吧。你好厉害啊！你看，我们1分钱都不用出，在短短的几天里就赚了80万，这还只是个开始而已，以后还有很多个80万等着我们呢。全靠你了。他就是因为这样才跟我分手的。
想自己。那当然是应该的啦。你现在有40万可以花了，我还要租一间高级公寓来住，提高生活素质，应该的。还有车子。美人当然应该配名车了，绝对正确。哇，你好坏啊！你是不是要我被所得税局调查呢？你说我会舍得让你碰到这种麻烦吗？相信我好了，我会让我们所赚到的钱可以光明正大的享用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一起租间公寓，然后一起住。这个主意挺好的啊。那就让我去物色公寓吧。不过呢，我暂时不想有任何人干涉我跟北北之间的感情。我比较欣赏呢有耐性一点的男人，明白吗？喂，是我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们能不能见个面？我有事情跟你说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在办公，很忙嘞。你什么时候有空呢？我最近都会很忙，恐怕没有太多的时间。而且，我觉得我们没有再见面的必要。对不起，我真的要工作了。等等，对不起，我真的……我拥有你的孩子。你听到了没有？我怀孕了。我刚从诊所出来，医生说我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。阿良，好吧，那我们就见个面吧。怎么搞的？最近我就一直觉得人不舒服，心里就有一种预感，没想到果然是有。有没有证明？什么？我是说，报告什么的。你不相信我说的话？不是，这种情况有时候会误诊，我们一向都是很小心的，说不定诊断会有误。我可以再去检验一次，这一次我一定让医生给我一份报告。等孩子出生后，也可以验血、验 DNA， 看看是谁的孩子。你何必这样嘛？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意思。孩子是你的，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不是说再去检验一次，现在谈这个，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吧？不，得谈，因为我确定我是有了你的孩子。我就谈谈我的看法。我想，我们既然已经分开了，那这个孩子来的就不是时候。我不觉得应该把他生下来。你真的要生的话，我也并不反对。毕竟，在现在这个社会，单亲家庭非常的普遍，一般人也都能接受。我只是担心，你以后找老公会有问题。你也知道，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，总会有不少的麻烦。我早知道你会这么说了，可是我还是抱着一些希望，以为你会看在孩子的份上。我真想，你好不容易让我主动离开你，怎么会让我轻易回去缠着你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不是吗？你一直刻意对我冷漠，而我却讨人厌的一直赖着不肯走，直到你受不了，说出分手的话，才心甘情愿的收拾包袱离开。如果我不等你开口就离开，那不是更合你的心意吗？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别人说，是我背弃了你，你连一点内疚
都可以省了，你真的这么想吗？不是吗？你根本就是有了别的女人，她叫莫艳艳，是吗？给我说中了吧？我觉得你太过不合潮流了吧？现在的社会，男女之间离离合合是再普通不过的事，何必像你说的做那么多铺排？我喜欢别的什么女人，也不是什么好奇怪的事。就像你也有追求者一样。你现在是不是和他住在一起？既然有一个男人那么爱着你，你就应该珍惜才对。所以，我给你的劝告是，不要让他知道一切。男人通常不会大方到替别人抚养孩子的，所以还是把孩子打掉，然后当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，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。不过，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你。当然，我也不是说我完全没有责任。这里是2000块钱，你拿去吧。再见。小慧，拿去吧。你也知道我薪水不多，一下子没有办法拿出太多的钱。是，我是很喜欢钱，我也骗过别人的钱，可是我不会要你1分钱。请你不要再这样的侮辱我。哎，小慧，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，我真的只是想表示下关心而已。你如果真的这么想，那就算了。你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，再来找我。长长的路，长长地走着，走了多久已不记得。路过的人是什么角色？想了很久，我已经累了。最初最近的捉拿，不是说好了说好的，怎么转了个身还是变了？说真的，快不快乐如何？这不是你的，是我的，到后来也不会是永远的，路还是要走的。不管天气是怎样的，风景如何，路总是要走的，哪怕明天